刘伯温临死前送给朱元璋一筐鱼，竟然让朱元璋困惑了17年。刘伯温为什么在死后要送给朱元璋一筐鱼呢？17年后啊，这朱元璋他到底又想明白了什么呢？民间有一句俗语叫做“3分天下诸葛亮，一统天下刘伯温”，意思是说呀，朱元璋建立明朝，刘伯温的功劳可不小。但在历史上还有一句话叫做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”。当了皇帝的朱元璋，慢慢的也对那些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有了隔阂。但是刘伯温呀，他特别的聪明，懂得这些道理，所以洪武4年，刘伯温就告老还乡了。这一年呀，刘伯温61岁，在浙江老家平静地度过了一段时日。3年以后，却意外得了一场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左丞相胡惟庸呀来看望刘伯温了，说是奉了朱元璋的命令，给他带来一副呀滋补身体的良药，并且特意强调，这个药啊是皇上送的，就让刘伯温记住，一定得吃。无奈之下，刘伯温就只能够按照胡惟庸的意思呀，每天定时定点的吃了这个药。这个药不吃还好，这一吃呀，不仅病没好，反而越来越严重了。在洪武8年元旦的早朝中呀，这刘伯温就拖着入病的身体来到了京城，委婉地向皇帝表达了胡惟庸送药的这个事儿。意思就是说呀，我吃了胡惟庸送给我的药，不但身体没好，反而是越来越差了。可是朱元璋却从头到尾都在装傻，一句话呀都不接，只叮嘱刘伯温要保护好身体，注意休息。这也让刘伯温彻底的明白了，朱元璋呀就是在卸磨杀驴。于是呢，就赶忙回到了家中，给自己办理了后事，并将著作实物18册以及一筐鱼交给了自己的儿子，让他在自己死后入京送给朱元璋。刘伯温回到家里不到20天就去世了。刘伯温的儿子呢，将他的遗物呀就送到了南京，交给了朱元璋。看着这本实物18册，朱元璋还能够理解，但是看到那一筐鱼，他却百思不得其解。此后啊，这一筐鱼就成为了朱元璋心里的一根刺。直到17年以后，也就是洪武25年，朱元璋才明白啊，原来刘伯温这筐鱼那可不简单。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让朱元璋万念俱灰。朱元璋最喜欢的儿子，一直被当作未来皇帝培养的太子朱标去世了，享年只有38岁。朱标死后呢，朱元璋不知道把天下交到谁的手里，也许啊是对朱标的爱屋及乌，所以在多方的横权下，确立了朱标的儿子，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朱允文为皇太孙。而且为了能够让朱允文服众，朱元璋呀大开杀戒，将那些手握大权、桀骜不驯的开国功臣呀全部都给杀了。这些功臣呢都处理完之后，朱元璋还是不放心，把他的儿子全部都封了藩王，全部逐出京城，并且要求他们没有得到诏书不得返京。皇太孙朱允文不忍爷爷大开杀戒，就劝朱元璋。朱元璋呢没有说话，随手拿起了一根长满刺的金条，直接用手啊抹了上去，把上面的荆棘全部都给抹了下来，然后举着血淋淋的手告诫朱允文：“爷爷这是在替你拔刺的。”朱允文虽然说明白了朱元璋的良苦用心，但同时也反问了一句：“爷爷呀，您封诸王守卫边疆，又杀尽对我的有威胁的各种武将，以后确实呢不会再有武将谋反，但是诸王要谋反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哪来的武将帮我平叛呢？”这话听完，朱元璋冒了一身的冷汗。是啊，朱元璋只考虑到武将谋反，却没想到他那些儿子如果谋反该怎么办。在这个时候，朱元璋如梦初醒，才想起刘伯温17年前送他的那一筐鱼，把开国功臣全部一网打尽，只在乎朱允文能否顺利继位，却忽视了朝政上更长远的利益。就如同一个渔夫呀，一次性把鱼全部打完了，这日后只有挨饿的份。恍然大悟的朱元璋追悔莫及，他能想到啊，倘若日后有人谋反，朱允文身边必然没有可用之才，只能够束手就擒，坐以待毙。果然，朱元璋去世以后啊，朱允文登基，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，但是此时南京已经没有能够什么大将能够挡得住他了。就这样，燕王朱棣夺取了直至的天下，自己登上了帝位。仅仅用了一筐鱼，刘伯温就能够指出朱元璋致命的错误，
并在17年后验证了自己的推断。刘伯温确实是名见天下事的高人呐。当然，刘伯温用一生成就了自己，成就了朱元璋，却没有能够得到善终，这也是令人唏嘘啊。